你怎么来了？在附近办事儿，就顺路来看看你。还有朋友啊？一杯手冲，一杯冰拿铁，有时候我还会点一杯牛奶，坐一下午呢，经常喝好几杯。要喝自己点。平时都是一个人坐这儿啊？当然是一个人，不一定都坐这儿。也没约朋友什么的？约朋友干嘛？帮我推轮椅啊？我不也是怕你无聊吗？其实你平时可以叫一些你的闺蜜啊，陪你逛逛街什么的。我都不想带着自己这个累赘，哪好意思再麻烦别人啊？所以最近你都是一个人，没见过别人。咖啡厅里有店员有客人，我在路上也和无数人擦肩而过，怎么可能没见过别人呢？我是想说啊，曾杰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直接点吧。前段时间，你突然就提起了刘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想起他。怎么就突然想起他了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忘了这件事吧。以后谁要是再提起来，就当是不想过了。这个烂事就烂肚子里吧。不想过了。我只是好奇，一个1年多都没有提起过的人，怎么就突然想起来了？到底是什么事刺激你想起来了？还是有什么人让你想起来了呢？别气嘛，我只是没想明白，我也不想提起他。那你还提？刘薇之前有个男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，刘薇跟我说过，她之前男朋友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，叫大灰灰。做什么视频的？要不要我去看看？总归那件事是解决了，不可能再成为我们俩之间的疙瘩。再提他，对你，对我，可倒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今天是你提的。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再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。影响了吗？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值得被影响的？曾杰，我并不觉得你真的在意我们的生活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影响了你的生活？我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工作，没什么可影响。那就好，希望不要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曾教授的工作。我说错了，曾副教授。急死了！该忙你就去忙吧，别耽误工作。谢谢你顺路来看我。晚点还要再来接你吗？你晚上不应该在工作室加班吗？不用麻烦你。好，我去帮你把单买了。他天天都来这儿吗？是啊，每次都是一个人？对。
这是一件我先生获奖作品的模仿品。这是刘威做的。我虽然不懂陶艺，但这个瓷盘做得很差，所以刘威不可能是我先生的学生。他不是啊，但是他跟我说过一些话：追求完美，趋于完美，陶艺不能有尊严。根据我的逻辑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个给他那些观念的。可能他听过我先生的课或者讲座。可他失踪后不久，曾杰在水源村的工作室就失火了，烧得一干二净。我先生工作室失火那天，我在现场，确实是个意外。意外是可以制造出来的。没错，但那天好多朋友都在，他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纵火。我冒昧的去拜访过你先生，但是什么都没查到。可小薇确实失踪了，我不得不从曾杰开始下手追查，所以我知道他很多事情。很多事情？对，他在婚内有过多次出轨。这么说吧，他基本上没闲过。他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家世，他是为了你们家的钱。我父母确实比较富裕，他只能靠自己白手起家，很多人都这么觉得。你跟我说过你跟曾杰相识的过程，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他刻意营造和展现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让你一步步接受。按你这么说，我岂不是非常愚蠢？又或者说，曾杰非常的高明。你知道林芳吗？谁？你不知道？她是画家村的业务员，条件一般。她是曾杰之前的女朋友，又或者说，是他之前的老婆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在农村，结婚前都要摆酒，这你能明白吧？哎，好，哎呦，来来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吃，好嘞，好。来，大家吃喜糖。哎，吃喜糖，来。看来你是真不知道。我查过了，林芳已经死了，她死亡的时间正好是你和曾杰刚开始恋爱的阶段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有事，其实是要去见一个可能知道林芳情况的人。我不相信一个年轻健康的女孩会突然死。如果林芳的死和曾杰有关，那我可以更加确认，小薇的失踪也一定和曾杰有关。为什么不报警？这些都是我的推断，我没有证据。所以你凭空推断，我先生是一个杀人犯，还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？我还有一个推断，曾杰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山村的人，他白手起家，想要逆袭改命。在你之前，他认识了一个开跑车的富婆，这个人我还在查，但很显然，他和这个富婆并没有走下去。之后他认识了你，和你结婚，他可以在经济上得到你们家的帮助。从一个普通的大学助教一跃成为知名的青年艺术家，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你。他跟你没什么感情，所以结了婚之后，他在外面不断的有各种女人。最早你还是健全的人，他不敢太过放肆，怕你发现。也就是在那个阶段，小薇认识了他。小薇性格刚烈，不甘心被他玩弄，所以他不得已下了手。在那之后，他越来越觉得你的存在影响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所以曾杰工作室失火的那晚，在消防队的报告中，他说他先去3楼找了你，那是因为他以为你在3楼。幸好你不在，如果你在呢，他是会助你脱险，还是阻拦你脱险？要知道，曾杰可是有全套的逃生防火装置的，平常人谁会准备的那么齐全？你从火场中逃过一劫，没过多久你又遇上了车祸。你说过，出车祸之前是他拿车去保养的，对吧？这几天跟你接触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我原本想将所有事情全都查清楚，再完完本本的告诉你。大灰灰，谢谢你为我考虑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不了解曾杰，
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人。可怕的是你身在局中而不知道真相。我是个残废人，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如果真相真的这么残酷，那我宁可活在假象里。真的吗？你之前一直叫他先生，可是刚刚你叫了他曾杰，这说明你从心底里已经开始相信我说的是真相。大灰灰，我从心里不希望失去你这个朋友。你应该也知道，现在的我根本就没有朋友。曾杰有胃病，对吧？你的调查出错了，他的胃怕是比我还好。明天你还会出现在咖啡厅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让我想一想。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认为我先生是杀人犯，还在调查我先生的人。如果明天我没有去咖啡厅，大灰灰，那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多给我一次机会吧，2天。如果2天你都没出现在咖啡厅，我绝不再打扰你。